进来。我找到孟小虎，在哪儿？这不是你家吗？简直太嚣张了！我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，确定是张宇和孟小虎的。啊，白雪没事吧？他没事，他这个人啊，念旧，就像守着父母那个老房子。这事儿一出，他也同意搬家了。实在不行啊，等你们搬完家，我们再按计划推进。别呀，这恰恰说明咱们的调查触碰到他们痛处了。你说的是对，但白雪那边……赵副局，这个案子现在好不容易找到突破口，绝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放缓追查。咱们应该加快脚步，揪出张龙背后的人。好。那最近这段时间，你多关注一下白雪。你放心吧。王队，大伟哥，然后谁都不好使，就他媳妇来了，评价两句，直接就老实。人都来齐了吗？坐。啊，坐。哎呀，准备开会啊！不是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可能回来了？都看着我干什么？不认识我了？秦总，开会吧。你真没事啊？没事儿，开会吧，秦总。好，既然安所回来了，那户籍所这边的工作还是由安所来安排。行。安全的问题是重中之重啊，大家都要留心一下，也要提醒商户注意，尤其是那些裸露的电线，然后包括明火之类的。现在人流量呢也是越来越大了，大家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小偷小摸、扒窃行为。如果有人打架斗殴，一定要注意控制好，不要让他们过于激动，好吧？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行，那就干活吧。警察同志，我手机丢了呀！什么颜色手机啊？红色的。二队，立刻前往开幕式现场，增援安所。收到。小峰，美食节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报告赵局，我们收到举报，市场上水产品存在用孔雀石绿杀菌保鲜的情况，但我们采用了很多种办法，都没有找到源头。这次美食节设置海鲜大排档，我们打算用突击检查、采样快检的方法寻找货源。美食节人流量太大，你们动作尽量小一点，不要影响正常秩序。是。这个时间段排查起来比较困难，要不过了饭点再说。赵副局和毛队都在等着，要不你跟他们说，咱们过了饭点再行动。你好，我们是食药环治队的临时检查，你们俩测一下。你们老板在吗？老板在后厨，我去叫他。我跟你一起。老板，检查的来了。谁让带他们进来的？出去！食药环临时抽检，请你配合。水是正常。你们俩到里面看一下。出去！没有搜查证，我开门谁敢进去？同志啊，你先别激动，把刀放下啊！临时抽检是不需要搜查证的。出去！出去！该军搜一下。持刀抗拒执法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？我就是个厨子，我又不懂法了。你们这么多人突然冲进来，谁知道执法还是来骗钱的？我一进门就向你出示了工作证，你心里有没有鬼？马上就知道了。水里有大量的孔雀石绿。说吧，鱼从哪儿进的？进来，赵小姐。
美食街发现一家可疑店铺，我们和食药监的同志采样化检之后，发现店主往鱼缸内投放大量的孔雀石绿。现在老板和服务员已经被控制，食物也带回支队做化检了。啊，对了，查封过程中，老板试图持刀反抗，被娄燕他们用记录仪全程记录下来了，证据确凿。这些无良的商贩胆子真是够大的，美食节还敢顶风作案。尽快查清楚他们的进货渠道，从源头上打击。是。这次水产品专案最大的难点就在这儿，我们之前抓到的大部分店铺，他们和经销商都是一锤子买卖，一旦他们听到任何的风吹草动，就立马把联系方式拉黑，手机号注销。这帮人实在太狡猾了。这个店铺是目前为止你们查获孔雀石绿货量最大的店铺，就从这个老板入手，或许能够查到进货渠道。还有，和食药监打好配合，他们对于销售市场比我们熟悉的多。是。哎，累一天了。来，什么表情这是？张胖，这什么呀？景区买的纪念品呢？又自掏腰包办案子了。这也太丑了！哎，这咸蛋超人啊，有鼻子有眼儿，就这眉毛吧长得有点磕碜，些许潦草。张警官，哎，女粉丝。哎呀，美女。张警官，你真的在这里啊？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张警官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你的公众号办得真好，我关注你很久了。谢谢。最近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不好的言论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些言论让你很久都没有更新了。但是你不要在乎这些恶评，你的粉丝很多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也没有什么回礼送给你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这小礼物给你。哇，它好可爱，我好喜欢，谢谢。可以呀，都有后援会了。你这个有这么漂亮的女粉丝，那网络暴力算啥呀？是不是？哎，来，我来帮你打开看看啊。哟，网络打假大英雄，蓝郡社区小萌兽。讨厌，这又不是我说的，那是女粉丝说的，发给人听，回头一定得挂桌子上啊。挂哪儿？王阳，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市食药环支队的。我们怀疑你贩卖的黄辣丁鱼水质里含有违禁药品，现在我们依法对你采取管控措施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取证。走。毛志，水质和鱼店一样，还有大量的孔雀石绿。带走。走。进来。赵武局，案子破了。这么快？早上7点抓人，8点做报告，下午都交代了。这是讯问笔录，涉嫌的鱼塘已经被封了。羚羊淡水鱼养殖基地。这羚羊的农民啊，都是靠渔业为主，
虽然我们只查封了1个鱼塘，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使用孔雀石绿的渔民来说，一定会受到牵连，损失会惨重。农委那边联系了吗？我们行动前和农委的人沟通过，本来非上班时间他们不配合我们抓捕，但鉴于这次事件的严重性，农委这次专门派人带我们去的现场。案情通报一定要清晰严谨。孔雀石绿是禁药，渔民从哪里买的，一定要查清楚。是。今天啊，是美食节活动的最后一天了，但是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啊！虽然参与活动的人员会减少，但是也有反扑的可能，所以啊，一定要安排专人看守巡查，严防拥挤踩踏、盗窃纠纷等事件的发生。各小组的负责人一定要责任到人，尤其是安全组，检查好各摊位业主的除道具规范安全，不能留隐患啊。像灭火器装置、电路电线的连接，还有那个安全插头，老化的，你们一定要检查好。还有啊，美食节结束以后撤摊的时候，要检查好商户的燃气装置，要保证安全转移。都明白了吧？是啊。好，出发。走吧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先去忙吧。你是不是都2个礼拜没科研了？要不你还是回去吧，指挥中心我来盯着。我真没事，去忙吧，不差最后一哆嗦了，一定要扎好最后一板杠。老板，美食节要结束了啊，撤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的线路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好。老板，那个回头撤摊的时候啊，那个线路一定要小心啊，千万别小心别漏电了，因为我看那边好像都被已经踩得有点破损了啊。好的。老板。你好。那个美食节啊，快结束了，您撤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我看那边还有明火，那个火一定要灭彻底了啊，以免引起火灾。广生，你之前电话里不是说林灿没什么问题吗？很快就能出来吗？怎么到现在市局还不肯放人呢？我呀，已经跟负责这个案子的人打过招呼了，应该很快啊。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？你心里面清楚，现在林灿出事了，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呐。妈，我当然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我告诉你啊，林灿的事你爸还不知道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。我这也是为你好，毕竟你想调去省里这事儿啊，还是得你爸给你疏通关系。对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等你消息啊。哎。梁总，刘副市长电话。哎，大哥，嘿呦，我这儿刚进了一批好茶，正准备给你送过去，让你品品呢。林灿现在还在
看守所里。啊，你上次不是答应帮林灿交罚款吗？现在也没有下文了。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心情喝茶吗？不，这你放心啊，我梁振说话一贯说话算数啊。但是啊，这毕竟咱们他也不是印钞机，是吧？这钱都是辛苦赚来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西山旅游地产这个项目啊，有好多人都盯着呢，我也想插一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西山那个项目，如果你插不上手，林灿的事儿你就不管了，是吧？哎呦，那就有点麻烦了。大哥，我是不骗你，我这账上真没什么钱了。你等一下，我这发个东西给你看一下。等一下。你给我发的是什么呀？啊，大哥，这个呀，这都是我这几年跟林灿的转账记录，一共是2.05亿，啊，再加上这次这5000万。也就是说啊，我的钱都在您家呢。梁振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我这不是威胁，我是给您提个醒。你放心，这钱我1分都不会拿回来。我只是提醒您啊，就是咱们目前的这个捆绑深度，啊，帮助您做一个正确的决定。大哥，说实话啊，要是没你帮助，我什么事儿都做不成。所以说呢，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，但我的事儿呢，你也不能不管。是吧？那这些年，包括下回那事儿，赵海洋和方程一直盯着不放。我背后帮您做了多少工作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对吧？你少跟我提下回。16年前的事儿，到底是因为谁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是因为我，但是您现在不也在船上吗？同舟共济，咱这船还不得往前划呢吗？不是？这样，西山这个项目，我想想办法。那好吧。嫂子明天就能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张队，你刚才给我发的东西，我不希望看到第2次。你放心啊，我梁振也是有底线的。你们是不是吃了熊一帽子胆了啊？这姓张的算什么东西啊？给点钱你们就不要命了？不要命了！不要命了！超哥，不是钱的事儿。前一段要不是因为那姓肖的警察，你也不会让张公子羞辱。我们俩是想给你出口气。而且张公子说，只要缉毒那边摆平，他帮咱们拓展销路。我想他不是路子野吗？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，偷偷摸摸把钱赚了就行了，不要惹事儿。为什么当耳旁风？为什么当耳旁风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事儿要是让老大知道了，我扒了你们的皮。超哥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进来。王总，商业银行的李行长来了。请他进来。你们两个再给我惹事儿，你们就给我滚出去！好。哟，李行长，哎，王总，您好，哎呀，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？来，请坐，坐。来，王总啊，我也不想来呀，我底下的人不争气，你看，这个。李行长，
咱俩关系不错，我也不瞒你，我最近手头太紧了。你说这外边风声多紧，那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。我5家店，你算算，每天我光房租、水电、人员工资，我得花多少钱？哎呀，我理解，王总啊，您是有信用的。这次呢，你多少先还点，周长过来了，按期还款就行了嘛。这样，列行长，你给我脸，我不能不要脸。我马上安排人去办这个事儿，我尽快给你完成，不让你为难。好嘞，好嘞，多谢王总。哎呦呦，谢什么谢什么？哎，留下来喝点。哎，还有事呢哈。哎，你不，那我送你。以后好。超哥他怎么回事？啊，平时也没见他那么胆小。谁让你搞这么大的？就是让你吓唬吓唬他们。现在到处都是探头，真让警察抓住把柄，咱们那是连锅端。哎，行长，小心台阶儿。不好意思，好嘞，这个事一定要办好啊！放心。哎，好，放心，否则我不好交代。明白。上车，小心。那姓张的真说能帮我们破展路子？真的呀，那小子路子多野呀。超哥，你想通了？先看那姓张的有多少成绩再说吧。对了，你们手底下有没有可靠的人？姓张的那边必须要有个生面孔。有，莫小虎，小子骑车溜，人也机灵。靠谱吗？靠谱。他爸在里头，他奶奶在咱手上，不敢不听话。半天才开门，我得确保你身后没有尾巴。有没有尾巴我不知道。你怎么白天来了？特殊情况，这次你得多出点货了。你答应过我，我们只做东周的生意，多了，原材料是个问题，会引人注意，出货也会很危险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要是不多出点货，我们可能连出货的地方都没了。
我送到了。好，你马上离开。喂，赵副局，我们接到一个匿名的举报，有人正在湖边码头进行毒品交易。我马上过来。好，我知道。怎么样？我们的人的确发现了可疑人员，但是没有毒品，只有鱼饵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呀。那个匿名举报的信息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的。不像是胡闹。你觉得会不会是莫小虎？这除了他，谁会给我们提供情报？而且对方这么做，明显是在试探他的可靠程度。极有可能。哎呀，这莫小虎还是个孩子，他这么做太危险了，要阻止他的行动。能不能抓到毒贩另说，先要确保他的安全。这条线，你继续盯着。我亲自去找莫小虎。是。周老师啊，赵月月的爸爸在门口等他，找他有点事儿。赵月月，过来一下。你爸在等你，你去一下吧。快去吧。谢谢老师，那我先去了。那行，周老师你继续上课吧。好的，我先走了。好的。您好，我爸在等我。去吧。谢谢。爸。爸，莫小虎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电话打不通。哎，你有他其他的联系方式吗？没有。不过我知道他和那些小混混常去的酒吧，我带你去。哎，别，你呀，给我回学校老老实实待着，哪儿都别去。莫小虎已经越界了，他现在的行为给我们破案造成了严重的障碍。你要有他的消息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明白吗？爸，莫小虎他……月月，案子的事儿，爸爸不能跟你多说，但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他的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？他只说要给奶奶赚医药费。行了，回去吧。哎，记住啊，不要再联系莫小虎了。可是他……可什么呀？听命令。回去吧。什么情况？赵武局，莫小虎出现了，在天晚店。你盯着莫小虎，千万别让他轻举妄动。我马上就到。好。
请熄火，例行检查，出示你的驾驶证、行驶证。请下车。车里什么东西啊？海鲜，运到哪？海鲜市场。请把车门打开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哎，警察同志！队长，啊，注意安全。是。你，带路。怎么样？王超刚开车离开，莫小虎进去就没有出来。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莫小虎目前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。喂，我是肖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西安高速路口接获大量麻黄枣，运去哪儿？说是海鲜市场。照我来定吧，你马上带人去海鲜市场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务必找到他们的制毒窝点。明白。刘哥，我。刘哥，我，给您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晚才到？你不知道，这海鲜要是过了点儿，可就不新鲜了。我昨天打牌打了个通宵，我怕犯困没敢开车，这不带着我侄子了吗？让他替我。这小子开车不溜，慢了点。你开的呀？哎，是哥。刘哥，你们几个赶紧的，把换卸了。别玩了，走。来。知道今天要开长途，你还敢通宵打牌玩？下次要是再迟到了，可就没这么好过了啊！下不为例。来吧，小队，所有的箱子上面我们都装上了跟踪器，这次呀，咱一定能找到他们的老巢。把这些东西和海鲜一起运，哼，真有他们的。是啊，这得亏啊是咱的缉毒犬训练有素。来，熄火了啊！来，小伙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好了，就这些啊。还有呢？慢点行了，快走。
莫波涛先生，有事啊？我的老板想请您喝杯茶。对不起，你老板是谁？我没兴趣。坐这几年牢，把您的豪气都给磨没了吗？难不成还怕我吃了你啊？豪气？我哪有什么豪气啊？起床气一大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莫先生，您还挺幽默的。我的老板已经准备好了酒席为您接风，请上车吧。消化不好，没胃口。老太太也在等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上车你就知道了。慢点，慢点，走。上车。一队，跟上。你那边怎么样？莫小虎奶奶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对，敬老院的人说是莫小虎爸爸一早把人接走的。这么巧？怎么了？莫小虎的爸爸莫波涛，是我当年亲手抓进去的。他这个人，生性暴躁，易怒，而且是个法盲。他家暴的案子，就是我负责的。小朋友，来，起来。就你一个人在家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莫小虎。你可以说一下当时的经过吗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那你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你要不说，我们没法帮你的。我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了。那也不至于磕到眼睛啊。你脸上的淤青一看就是被人打的。我不需要帮助，请你离开这儿。莫波涛把老婆打残，证据确凿，法院判了他们离婚。可莫波涛觉得，这一切是因为我多管闲事造成的，是我破坏了他的家庭，在狱中多次扬言让他出来，要找我算账。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确认一件事儿。喂，夏天，你查一下东珠监狱的监控录像，我现在去找你。哎呦我，小伙儿，跟着哥混，发财发财。嗯，小伙儿还不错啊，懂事儿。你干什么？哥，我给您脱衣服。你脱个什么脱？我自己脱。脱衣服。脱衣服。